赖清德，你很行嘛？共机共建天天进来，该到我指出战略模糊已经不合时宜，也就是要战略清晰。那你的战略清晰是什么？面对中国的渗透，他就是要第一，每一个人选边站，在他认知中没有模棱两可，没有妥协，敌我识别必须分清楚。他会公开阐明，中国就是境外敌对势力。结果共军共建跑来训就天天要做。这一篇写在的是整个川普关税大核弹之后，还在强调这件事，代表赖清德并不在乎关税的问题。川普总统说得很清楚，这些东西以后就是要在美国制造。大家拿着心爱的 iPhone， 为什么这些手机非得是台湾和中国制造呢？台湾再怎么努力切割，他就是把你跟中国绑在一起。川普他懂什么叫被政治打压的感觉，所以当他拿到权力之后，就不跟你讲规则。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民进党还在搞政治，赖清德就是悲哀的人，对美国一无知悉。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民进党御用大媒体陶本和，他终于憋出了一篇护航文，我只能说护航人很智障。你看到陶本和观察赖清德专属战法，站在制高点，站到焦土，他的世界里没有灰色。你要知道，陶本和专门在写这种洗地可以写得这么恶心，也算是一种高手的境界。相信很多人都曾经以为赖清德是当上总统之后，面对朝小野大的局势会被迫有几分妥协，但是他的政治性格始终如一，他专属的战法是站在制高点，站到焦土。这内容妈的舔到这种程度啊！总说时势造英雄，或许唯因乱世才有赖清德发挥的空间。他的世界里只有黑白，没有灰色的一丝一毫空间。4月2号，川普公布了32%关税。4月3号，整个政府像被炸了锅一样，脸书被出征到爆炸。结果还可以在4月4号中午的时候去写出这种舔歌文章，我真的非常佩服这些舔仔。但是他就是在揣摩赖清德的内心世界，因为大家知道陶本和就是非常舔的一个人。回顾前总统蔡英文，虽然在2020大选时被设定大台妹人设，但细究他在重大演说中的用字遣词，依然会多了那么一点拐弯抹角。这倒是真的啦。在外交上多几分暧昧跟模糊，有些话他不会说得太明白，这让他在处理两岸事务上留下一点空间，他也不会赶尽杀绝。这被认为是在谈判过程中保留一定的战略纵深，有没有保留一定的战略纵深不知道了。不过蔡英文的个性确实是不会对政敌进行赶尽杀绝，甚至呢喜欢邀政敌来合作。两个重大例子，一个就是苏贞昌跟蔡英文本来是死敌，但是呢苏贞昌跟蔡英文后来变成配合的是最好。另外就是赖清德嘛，他杀赖清德杀得特别重，但他依然邀请赖清德担任副总统。其实在那个时势之下，如果他邀的是郑文灿来担任副总统，其实还是有817万票。那赖清德2024还选得了吗？肯定选不了。所以这两个人有一个根本性质上的一个不一样。去年520之后，赖清德上台，面对了朝小野大的政治局面有部分人肯定以为他在国内政治协商中会比以往多出一些不得不妥协的空间，但经过快1年时间，他的政治性格却始终如一。细究赖清德的战法可归纳成站在制高点到焦土。那回顾10多年前台南市议会李全教的竞选干部被控贿选及台南市地检署对李全教提起单选无效的时候，赖清德宣布李全教贿选案在司法理清之前不会进入议会。回顾赖清德政治历程，他在台南市就算被弹劾，市府预算连3年没有过也无所谓。后来他还是当上了行政院，当上了总统。这样理解了没有？这个就是赖清德为什么他打算跟国会硬刚到底。对到今天的局面呢，他当年的台南市主计长，也就是他现在的行政院主计长，2024-2028的总预算过与不过，他都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难题，所以他是宁愿牺牲掉所有基层的福利。倒是呢，赖清德政治性格与战法呢，苦了不少同袍。当年台南市议员呢陷入焦土战，大家苦不堪言。现在立法院的民进党立委们似乎也是同一个处境，所以他不在乎战友的死活，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柯建铭要给笑。柯建铭为什么发疯了？是真疯、假疯？还是故意疯？我个人认为啦，真疯亦有，假疯更多了。柯建铭的疯来自于赖清德对他的逼迫。柯建铭最想什么事情？第一，安稳的退休生活；第二个，他超想当院长。所以这两个是他真疯的原因。那假疯是哪里呢？事实上，我觉得柯建铭内心深处也知道，这样干真能当院长吗？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个是他内心真的对赖清德那么爽吗？他真的那么听赖清德的话吗？既然赖清德要逼他，他就是逼到极端，大成功或大失败。陶本和其实跟蔡英文非常的好。那写这篇文到底是捧还是捧杀？捧会有一些奇怪的味道在，you know？
这是在太平盛世民进党会过半全面执政局面，搞不好他反而会失去制高点。这在太平盛世民进党总说是时势造英雄，或许唯有乱世才能更有赖清德发挥的空间。什么乱世？就是现在整个国际的大乱局。赖清德的性格以及站在制高点的焦土战法呢，在两岸议题上鲜明的显现。2024年10月5号国庆晚会上抛出祖国论，以辈分角度论述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生日快乐，接着庆祝中华民国113岁生日快乐，并强调年龄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可能是中华民国的祖国。浅显易懂口语化的方式呢，反将长期回归主轴叙述，同时延伸他在520就职时两个互搏隶属的论述。这次谈话可以发现，赖清德已经试图甩开蔡英文时代处理两岸事务的风格，建立自己的风格。或许在他的观念上，矫情不干不脆的模糊手法已经不合时宜了。非常好啊，你可以继续啊。我们之前这几天不是又查了共机共建图吗？每天就一堆共机共建，中控要欲要到，所以赖清德每那么嘴秋一次，台湾就失去大量的作战的空间。基隆时报在今年3月一天提及呢，美国前国防部东亚事务助理部长薛麦隆点名呢，美国过去几十年来一直使用的战略模糊政策，避免台海冲突。所谓的战略模糊政策，也就是不让中国知悉若共军犯台，美国就要何种反应，以及不确定来威吓，来让中国不敢轻启战争，也避免台湾突然宣布独立。我再说一次，这篇文章是在川普的对等大关税核弹已经发布过1天之后才写出来的，竟然还在提这个东西。这篇文章其实很有意思的，也代表绿营现在的一种声音啊。该到我指出呢，战略模糊已经不合时宜啊，也就是要战略清晰。好，那你的战略清晰是什么呢？就变这样了，这叫战略清晰啊。战略清晰是什么呢？就是共机共建天天进来，这几天大家放假，结果呢，台海是炸裂到不行，在炸裂啊。就说赖清德就是北兰啊，面对中国的渗透，各项统战作为，赖抛出了17条，不论是军事渗透、国家认同混淆、假交流、致命性统战知识，乃以强硬手段驱除在台湾发表武统言论的陆配等，他就是要逼每一个人选边站，在他认知中没有模棱两可，没有妥协，敌我识别必须分清楚，他会公开阐明中国就是境外敌对势力。你赖清德你很行嘛，结果共军共建跑来演训，训就天天要做。这一次的中共不叫演习，叫演训啊，这个是央视旗下自媒体玉渊谈天的正式说法啊。新代号意味着解放军恶毒的军事手段越来越全面，当演训以雷霆万钧之势折封台独分子分裂的毒虫和走犬，所以他画了这个图嘛，虫嘛跟犬嘛，然后中国在中间嘛，然后台湾包起来嘛。绿营的逻辑就是我就硬啊，赖清德就喜欢这样啊，没有妥协空间啊，他的是非对错认知很强硬很铁血。对啦，对于他自己人就没有是非对错。大罢免时代对他而言不是撕裂而是正义的展现，升高冲突逼迫对手就范才是他的风格，为乱世才有英雄吧。我真的觉得这一篇不是捧是捧杀，这一篇写在了是整个关税大核弹之后，他们还在强调这件事，代表赖清德并不在乎关税的问题，而且他也不想处理关税的问题，他把烂摊子丢给了卓荣泰。更扯的事情是，美国商务部长 Rudnick 亲自宣布 We have to protect ourselves at some point, right? America has to be able to protect itself. 他说他们必须要保护他们自己。Everything, I mean, think about it. All of our electronics are primarily built in Taiwan. 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东西 It used to be built here. 在台湾 Our policies let Taiwan take it all. And now, 9,000 miles away, 9000英里之外啊，怎么可以主要建设在台湾呢？ our way of life is being built. And Donald Trump is saying, come on, that's got to be here. 直接提到川普说你必须要直接到了美国。 That's why you've got Apple announcing it's going to do $500 billion in production here. I mean, think about it. We all hold our iPhones, which we love. Why do they iPhone. have to be made in Taiwan and China? 哇，这直接提出一个非常明确是非常 MAGA 式的提问啊，直接把那些话说出来。Rudnick 讲话极具代表性，美国财政部长在美国内阁里面是仅次于美国国务卿的存在。第二，鲁特尼克就这位仁兄，他是华尔街、纽约超级成功的证券商之一，他类似证券商，他就专门在卖一些金融产品的啦。所以这个人讲的话非常具有权威跟代表性。 Why we're going to do $500 billion in production here? 500 billion 5000亿美元啊。 I mean, think about it. 我的意思是啊，你想想看， Hold our iPhones, which we why do they have to be made in Taiwan and China? 你想想看，我们全部的 iPhone 为什么我们要让它在台湾跟中国来制造呢？你台湾再怎么努力切割，它就是把你跟中国绑在一起啊。赖清德就是一个悲哀的人啊，他对美国一无知悉啊。 Why can't those be made with robotics in America? And you know what Donald Trump has said? They're going to be made in America.
他说：“你知道 Donald Trump 说什么吗？就是要这样干。美国人就是打定主意要把台湾的东西搬到美国去，经济上做不到，但是这是政治啊，孩子，不要再用经济脑思考川普。这一任的川普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政客，所以他已经变成政治人物思维了，因为他懂什么叫被政治打压的感觉嘛。所以当他拿到权力之后，他就不跟你讲规则了嘛。”普特尼克接受这个 CNBC 采访，他说啊，川普最新一波的关税虽然未针对半导体产业，但美方仍在研究如何重夺晶片制造业的主导地位。川普总统总会深入研究这些议题，未来会有后续动作，把从台湾流失的晶片制造业带回美国。以前剩下的东西是美国做的，我们的政策让产业被台湾抢走，所以他会出台政策把晶片给抢回来。川普总统说得很清楚，这些东西以后就是要在美国制造了。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民进党还在搞政治。